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28萬8，一分都不能少。丈母娘尖銳的聲音像一塊石頭砸進喧鬧的包間裡，所有人都齊刷刷地看向我。我父親的嘴唇氣得發抖，我卻微笑着站起身，從容地端起酒杯。媽，您說的對，是我考慮不周了。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我和林曉的愛情是從大學圖書館的一次偶然邂逅開始的。那天下午，陽光正好，透過巨大的落地窗，給一排排書架鍍上了溫暖的金邊。我正在尋找一本關於宋代建築史的資料，卻在書架的拐角處撞上了一個抱着一摞書的女孩，書本散落一地，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響。她驚呼一聲，有些慌亂地蹲下身去撿。陽光恰好落在她的髮梢，勾勒出柔和的輪廓。那一瞬間，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那就是林曉，我們的故事就這樣簡單又俗套地開始了。大學的戀愛時光，純粹的像杯蒸流水。我們會為了看一場清晨的日出，在凌晨4點爬上學校後面的山，也會在期末考試周一起泡在圖書館裡，互相加油打氣。他會為我織一條不算精緻但足夠溫暖的圍巾，我也會在他生日那天用攢了幾個月的兼職工資買下他心儀已久的一條連衣裙。畢業後，我們留在了同一座城市打拼，從合租房的狹小到擁有我們自己小窩的溫馨。我們一起吃了數不清的泡麵，也一起憧憬着每一個明天。3年，1000多個日夜，我們的感情在時間的催化下愈發香醇濃厚。求婚那天，我沒有準備盛大的場面，就在我們自己的家裡，我做了一桌他愛吃的菜，然後單膝跪地，拿出了那枚我準備了半年的戒指。林曉哭得稀里嘩啦，點頭的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雙方父母的見面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我爸媽是老實本分的工薪階層，一輩子勤勤懇懇，為了我付出了全部心血。他們對林曉這個未來兒媳婦是打心眼裡的滿意。林曉的父親是一位中學老師，溫文爾雅，話不多，但看我的眼神裡滿是認可。唯一的變數就是林曉的母親王阿姨。初次見面，王阿姨給我的印象是精明而強勢。她從我的工作收入問到我家的家庭構成，再到我們未來的職業規劃，像是一場嚴肅的面試。好在一切都還算順利。關於彩禮，我爸媽按照我們這邊中上的風俗，主動提出了18萬，並且我們家負責婚房的首付，房本上寫我和林曉2個人的名字，婚後的車子也由我們家出錢買。這個條件可以說誠意十足。林曉的父親當場就點頭了，覺得非常合適。王阿姨雖然沒說太多，但臉上也露出了滿意的神色。我以為我們通往婚姻的道路已經鋪滿了鮮花和坦途。訂婚宴就設在市裡一家頗有名氣的酒店，包間裡坐滿了雙方最親近的親戚，氣氛熱烈而融洽。我爸媽臉上的笑容是從心底裡透出來的。林曉依偎在我身邊，小聲地和我規劃着蜜月的目的地。酒過3巡，菜過5味，王阿姨端着酒杯站了起來，她滿面紅光，先是說了一些場面話，感謝各位親戚的到來，然後她話鋒一轉，目光直直地射向我。小陳啊，我們家小小從小就是被我和他爸捧在手心裡長大的。要說這孩子有多優秀，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都是看在眼裡的。包間裡漸漸安靜下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氣氛的变化。18萬的彩禮，說實話不算少。
王阿姨頓了頓，下了一口酒，繼續說道：“可是呢，凡事就怕比較。我姐姐家的女兒，你們也知道，就是小小的表姐，前2個月剛訂婚，彩禮是28萬8。說句不怕你們笑話的，她家那女婿的條件還沒我們家小陳好呢。”我心裡咯噔一下，一種不祥的預感湧了上來。我身旁的林曉臉上的笑容已經僵住，她不安地拉了拉王阿姨的衣角，王阿姨卻不动聲色地撥開她的手。所以呢，我和他爸商量了一下，為了我們小小嫁過去不被人說閒話，也為了我們老林家的面子，小陳，你看，你家再加10萬，湊個28萬8的吉利數，怎麼樣？他的話音剛落，整個包間陷入了一片死寂。我能清晰地聽到我父親沉重的呼吸聲，我媽的臉瞬間漲成了豬肝色，端着茶杯的手微微顫抖。這已經不是商量了，這是當着所有親戚的面，赤裸裸的逼宮和羞辱。如果我答應，我家的臉面何在？如果我不答應，這門婚事今天恐怕就要當場告吹。親戚們的目光像探照燈一樣，齊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有同情，有好奇，更多的是看熱鬧的幸災樂禍。林小吉的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媽，你喝多了，別說了，她小聲地哀求着。我沒喝多。王阿姨的聲音陡然拔高，我這是為你好，你懂什麼？我爸終於忍不住了，他放下酒杯，沉聲說：親家母，這彩禮不是之前都說好了的嗎？怎麼能當着大家的面說改就改呢？王阿姨皮笑肉不笑地回答：哎呀，親家公，話不能這麼說，此一時彼一時嘛。我這也是為了孩子們好，為了圖個好彩頭。我爸氣得說不出話來。我看到我媽的眼圈都紅了，我看着對面丈母娘那副志在必得的嘴臉，又看了看身旁快要急哭的女友，一股怒火直衝我的腦門，但我強行把它壓了下去。我知道，此刻發怒是最低級的處理方式，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讓我爸媽更下不來台。在所有人都以為我會憤然離席的時候，我做了一個讓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感到驚訝的決定。我緩緩地站起身，臉上甚至還帶着一絲微笑。我端起面前的酒杯，迎向王阿姨的目光。媽，您說的對，是我考慮不周了。我的聲音不大，但清晰地傳到了每個人的耳朵裡。小小在我心裡是無價之寶，別說28萬8，就是更多，也衡量不了它的價值。是我之前想得太簡單，忽略了您的面子，也忽略了這個數字的吉利寓意。我一番話說得滴水不漏，態度誠懇的，仿佛剛才那個難題根本不存在。王阿姨臉上的得意之色瞬間擴大了數倍，她大概以為我徹底被她拿捏住了。我爸媽則用一種不可思議的眼神看着我。我爸的眼神裡是怒其不爭，我媽的眼神裡是哀其不幸。林曉也愣住了，她張了張嘴，似乎想說什麼，最終卻沒有說出口。我舉起酒杯，對着王阿姨一飲而盡。您放心，這追加的10萬，我來想辦法，保證在婚禮之前湊齊28萬8，一分不少的送到您手上。好，好，好。王阿姨連說3個好字，臉上的褶子都笑開了。她心滿意足地坐下，仿佛打贏了一場巨大的勝仗。那頓訂婚宴的後半場，就在這樣一種詭異的氣氛中結束了。王阿姨和她的幾個姐妹談笑風生，聲音洪亮。我爸媽則全程沉默，再也沒有動過一下筷子。回家的路上，車裡的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陳旭，你是不是瘋了？我爸終於爆發了，他一拳砸在方向盤上，車子發出一聲刺耳的鳴笛。
你為什麼要答應他啊？我們家的臉都被你丟盡了。我媽在後座已經開始默默地掉眼淚。兒啊，你怎麼就這麼傻？他那是當眾在打我們的臉啊，你怎麼還笑嘻嘻的就應了呢？我遞給母親一包紙巾，然後平靜地開口：爸媽，你們先別生氣，當時那個情況，我不答應怎麼辦？跟他當場翻臉，然後讓所有親戚看我們家的笑話嗎？那也不能答應啊！我爸怒吼道：18萬彩禮已經是我們能拿出的極限了，你又讓我去哪裡給你變出10萬來？錢的事情你們不用管。我的聲音依舊平靜，我自己來解決。你解決？你怎麼解決？你一個月工資多少你自己不清楚嗎？爸媽，我轉過頭，認真地看着他們，你們就相信我這一次，行嗎？我保證不會再讓你們多花1分錢，也保證我們家丟掉的面子，我會親手加倍地拿回來。看着我異常堅定的眼神，我爸媽雖然依舊氣憤和不解，卻沒有再多說什麼。接下來的日子，我開始了我的表演。我先是告訴林曉，為了湊齊這10萬，我把我工作幾年攢下的積蓄全部取了出來。林曉聽後，愧疚得無以復加，她抱着我，哭着說對不起，說她媽媽太過分了。我溫柔地擦去她的眼淚，告訴她這不關她的事，為了娶你，受這點委屈不算什麼，錢沒了可以再賺，老婆沒了可就找不回來了。我的大度和深情讓林曉感動得一塌糊塗，她對我的愛意更深了，同時對她母親那種強烈的攀比心和控制欲也第一次產生了發自內心的厭惡。然後我當着我爸媽的面打起了電話，我給大學時關係最好的哥們打電話借錢。喂，大鵬啊，最近手頭方便嗎？我這兒結婚，彩禮差了點。我把聲音放得很大，語氣裡帶着一絲難以啟齒的尷尬。電話那頭的大鵬是我早就串通好的，他自然是滿口答應。掛了電話，我對我爸媽說：爸媽，湊到2萬了。第二天，我又給另一個朋友打電話，用同樣的方式借到了3萬。我爸媽看着我每天為了錢焦頭爛額的樣子，從一開始的氣憤慢慢變成了心疼。我媽好幾次偷偷跟我說：兒啊，要不算了吧，這婚咱不結了，不能為了這個讓你去背一身債啊。我每次都只是搖搖頭，說：媽，快了，就快湊齊了。這期間，王阿姨的電話倒是打得很勤，她幾乎每隔2天就要打電話給林曉，關心一下我湊錢的進度。怎麼樣啊？那10萬塊準備好了沒有啊？你可得盯緊點小陳，別讓他到時候拿不出來，那我們家的臉可就丟大了。林曉每次都忍着氣告訴他快了，然後他會把這些話原封不動地轉述給我，並附上一連串的道歉表情包。我只是回復他一個摸摸頭的表情，說：放心吧，讓你媽安心，保證誤不了事。王阿姨從林曉那裡得到了肯定的答復後，愈發的得意起來。她在她的姐妹圈裡把我塑造成了一個對她言聽計從的絕世好女婿。不是我吹，我們家那個小陳真是沒得說。我說彩禮加10萬，他二話不說就去湊錢了，聽話得很。這些話兜兜轉轉，總能傳到我的耳朵裡。我聽了，也只是一笑置之。魚兒已經開始貪婪地吞食魚饵了。婚禮的籌備工作在這樣一種暗流湧動的氛圍中，有條不紊地進行着。我對王阿姨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順從。拍婚紗照，她說要去最貴的那家影樓，我說好。訂酒店，她說要5星級的，顯得氣派，我說沒問題。甚至在選定婚宴菜單的時候，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小陳啊，這婚宴上的菸酒可不能含糊。他遞給我一張紙條，我那些老姐妹還有你林叔叔的同事可都看着呢。菸必須是軟中華，酒怎麼也得是天之藍起步，最好能有幾瓶茅台鎮場面。我看着那張寫滿了高檔菸酒的清單，心中冷笑，臉上卻依舊是那副溫和恭順的笑容。好的，媽，您放心，這單子我收下了。我保證把婚禮辦得風風光光，讓您在所有親戚朋友面前都有面子。王阿姨滿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說：“這才像話。”她大概以為我已經徹底被她馴服了。她不會知道，她每提出一個要求，都只是在為我即將上演的大戲增添一個更具說服力的道具。婚禮那天，天氣格外晴朗，我穿着笔挺的西裝，站在紅毯的這頭。當林曉挽着她父親的手，穿着潔白的婚紗，一步步向我走來時，我的心依然被深深地觸動了。她是我的愛人，是我發誓要用一生去守護的女孩。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不僅僅是為了我自己和我父母的尊嚴，更是為了我們未來的生活能夠擺脫這種無休止的、令人窒息的控制和索取。儀式溫馨而感人，交換戒指，深情擁吻。我們在所有人的祝福聲中許下了一生的諾言。婚宴正式開始，30桌酒席，座無虛席，觥籌交錯，歡聲笑語。我帶着林曉，一桌一桌的敬酒。每到一桌，客人們都會注意到桌上擺着的軟中華和高檔白酒，紛紛誇讚我們家辦事大氣。小陳，你這婚宴標準可不低啊！是啊，這菸酒講究。每當這時，王阿姨的臉上就會浮現出無比自豪的神情。她會故意大聲說：“那是我女婿，能差事嗎？”我父母則顯得有些拘謹，他們到現在還以為這些都是我借錢硬撐出來的場面。他們看着那些昂貴的菸酒，眼神裡滿是心疼。酒過三巡，氣氛達到了頂點，司儀重新走上舞台，拿着麥克風，用一種神秘而高昂的語調說道：“各位來賓，各位朋友，請大家安靜一下。接下來，我們有一個非常特別的驚喜環節。”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舞台上。這個驚喜是我們優秀的新郎官陳旭先生特地為他敬愛的丈母娘王阿姨準備的一份厚禮。話音剛落，一束追光燈精準地打在了王阿姨的身上。王阿姨顯然也愣了一下，隨即臉上綻放出燦爛的笑容。她大概在想，是不是我準備了什麼金手鐲或者大紅包，要當眾送給她，讓她再風光一次。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滿面紅光地站了起來，享受着全場的矚目。下面，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有請新郎陳旭為我們揭曉這份驚喜。我放下酒杯，在林曉和父母疑惑的目光中，從容地走上了舞台。我從司儀手中接過麥克風，身後的巨大 LED 屏幕瞬間亮起。王阿姨笑着問我：“小陳，還準備了什麼呀？搞得這麼神神秘秘的。”她的聲音裡充滿了期待和一絲炫耀。我看着她，然後轉向所有來賓，微微一笑：“媽，這是一份保證讓您永生難忘的大禮。”我的話讓現場的氣氛變得更加好奇。我按下了遙控器的翻頁鍵，看到屏幕上的內容。王阿姨的笑容戛然而止，整個人愣在了原地。PPT 的第一頁，白底黑字，標題巨大而醒目：感恩母親，我的288000元彩禮清單。現場的喧鬧聲在標題出現的一瞬間小了很多，很多人都露出了不解的神情。我沒有理會众人的反應，自顧自地說了起來：
我的聲音通過音響清晰地傳遍了整個宴會廳。首先，我要感謝我的丈母娘王阿姨，感謝您含辛茹苦地把小小這麼優秀的女兒培養成人，並放心地把她交給我。為了表達我的誠意，也為了遵循我們這裡的習俗，我和我父母準備了18萬元彩禮。隨着我的話語，屏幕上出現了一張清晰的銀行轉賬憑證，收款人正是王阿姨的名字，金額18萬，一分不差。這份彩禮在訂婚後第2天就已經轉給了我丈母娘。現場開始響起一些竊竊私語，很多人是知道訂婚宴上那場風波的。那另外10萬呢？有人小聲問。王阿姨的臉色已經有些不好看了，她大概沒想到我會把這種事情在婚禮上當眾拿出來說。我按下了翻頁鍵，繼續我的驚喜。在訂婚宴上，丈母娘提出，為了圖個吉利，也為了婚禮辦得更體面，希望彩禮能湊到28萬8。當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因為我知道丈母娘不是貪圖那筆錢，她只是希望我們這場婚禮能辦得風風光光，讓她在親戚朋友面前有面子。我說到這裡，特地停頓了一下，看了一眼王阿姨，她的表情像吞了一隻蒼蠅一樣難看。我話鋒一轉，聲音提高了一些，所以這追加的10萬元，我一分都沒有直接給現金。因為我突然想到，直接給錢多俗氣啊！錢要花在刀刃上，要花在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地方，這樣才能真正的體現出丈母娘所期望的面子。屏幕上 PPT 翻到了最關鍵的一頁，一張巨大的、製作精美的消費明細表展現在所有人面前，標題是追加10萬元用途詳解。下面是一條條清晰的目錄。第1項，婚宴標準升級，將原定3888元一桌的套餐升級為6888元一桌，共計30桌，差價合計3萬元整。第2項，婚宴菸酒升級，為每桌來賓提供價值不菲的軟中華香菸2條。天之藍白酒2瓶，並為重要來賓席位提供特供茅台酒，菸酒採購費用合計4萬元整。第3項，伴手禮升級，為到場的每一位來賓準備了一份包含高檔巧克力、進口紅酒及定制紀念品的伴手禮，費用合計3萬元整。清單的最後是一個用紅色字體加粗放大的總計10萬元整。整個宴會廳鴉雀無聲，所有人都被這張清單震驚了。他們低頭看看自己桌上的硬菜，看看手邊的中華煙，再看看椅子上放着的精美伴手禮。原來這一切的大氣和講究都來源於那追加的10萬彩禮。我舉着麥克風，臉上帶着燦爛的笑容，對着全場賓客朗聲問道：我用這10萬塊錢為大家換來了這樣一場盛宴，我把丈母娘對面子的期望變成了大家看得到、吃得到、拿得到的實惠。各位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們，你們說我這10萬塊錢花得值不值？短暫的寂靜之後，不知道是誰第一個開始鼓掌，緊接着雷鳴般的掌聲和叫好聲像潮水一樣席捲了整個宴會廳。值，太值了！小陳這是辦得漂亮，這女婿敞亮，會辦事，讚美聲此起彼伏。我父母的臉上露出了揚眉吐氣的笑容，我媽激動的眼眶又紅了，但這一次是喜悅的淚水。林曉的父親長長的舒了一口氣，他看着我，眼神裡是掩飾不住的讚許。而林曉，他怔怔地看着我，眼神裡有震驚，有恍然，最後
都化作了一抹複雜的、帶着笑意的溫柔。所有的聚光燈此刻都仿佛聚集在我一個人身上，而那束真正打在王阿姨身上的追光燈，此刻卻顯得那麼冰冷和殘酷。她呆呆地站在那裡，臉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褪去，變得一片慘白。她引以為傲的面子被我用另一種方式捧到了天上，然後又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碎得片甲不剩。她幻想中可以拿到手，存進銀行，再去跟老姐妹們炫耀的10萬塊現金，已經變成了所有人肚裡的飯菜，手裡的禮物。她指着我，嘴唇劇烈地哆嗦着，像一條離了水的魚。她想罵我，想揭穿我這虛偽的大方，但她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因為一旦開口，就等於當着所有人的面承認，她要的不是面子，她要的就是那赤裸裸的10萬塊錢。在一片讚揚和叫好聲中，在她自己最看重的面子的巔峰時刻，她所有的算計和貪婪都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那根緊繃的弦終於斷了，她兩眼一黑，在一片驚呼聲中，當着全場賓客的面，哇的一聲，急火攻心，痛哭了出來。現場瞬間陷入了一片混亂。林曉的父親臉色鐵青，第一個反應過來，連忙衝上台，半扶半架地將情緒崩潰的王阿姨帶離了舞台。林曉站在我身邊，看着她母親狼狽的背影，眼神裡閃過一絲不忍，但更多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解脫。她沒有追上去，她只是默默的，卻又無比堅定地握緊了我的手。那個力度告訴我，從今天起，她選擇和我站在一起。這場盛大而戲劇性的婚宴，就在這樣一種荒誕的氛圍中草草收場。第二天，我將計就計，把丈母娘的10萬塊面子錢全花在酒席上的故事，就傳遍了整個親戚圈。王阿姨成了最大的笑柄。據說，她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好幾天，沒臉見人。她那些曾經聽她炫耀的老姐妹，如今在背後議論起她，語氣裡滿是嘲諷。那次之後，王阿姨徹底蔫了。她在我面前再也挺不起腰桿，再也不敢對我家的事指手畫腳。偶爾家庭聚會，她看我的眼神依舊複雜，有怨恨，但更多的是一種忌憚。我和林曉的生活非但沒有受到影響，反而進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和諧。那場風波像一場外科手術，精準地切除了我們婚姻中最大的一個隱患。林曉也因為這件事徹底擺脫了她母親的控制，變得更加獨立和有主見。後來有一次，林曉靠在我懷裡，問我後不後悔把事情做得那麼絕。我撫摸着她的頭髮，告訴她，我從不後悔，我只是用我的方式捍衛了我們的家，也為我們的未來爭取到了一份應有的清靜和尊重。畢竟，婚姻不是一個人的妥協，而是2個人的經營，以及對所有不合理干涉的堅決回擊。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